他是唯一一個敢無視中央規定的將軍，當眾拒絕江青的握手，帶槍進入人民大會堂守靈。1976年9月，毛主席去世後，中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吊唁活動。按照規定，任何人進入吊唁現場都不允許攜帶武器，但許世友将軍卻是個例外。他不僅帶着槍來守靈，還當眾拍着腰間的手槍放話：今天誰敢搗亂，我就对他不客氣。矛头直指四人組，連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的主動示好都被他当众无視，場面極其尷尬。1976年9月9日，全軍突然接到命令，進入1級戰備狀態。但奇怪的是，外交上卻沒有任何異常，邊境也風平浪靜。很多軍隊幹部都在猜測，到底發生了什麼大事。直到軍委辦公廳收到一封中央急電，众人才知道毛主席去世的消息。所有人都陷入悲痛。谭政顧問聽到消息後悲痛欲絕，直接斜臥在沙發上，面色蒼白，喘不過氣來。醫生搶救了20分鐘才緩過來。下午4點，中央正式向全國人民公布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，整個中國瞬間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。中央決定從9月11日至16日，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舉行吊唁活動，組織30萬群眾瞻仰毛主席遺容。9月18日，在天安門廣場舉行追悼大會，這是史無前例的治喪規格。但在籌備過程中，工作人員卻發現治喪工作班子裡突然來了很多新面孔。全國總工會從上海調來的人，共青團中央的謝靜怡，全國婦聯的楊波蘭，這幾個單位從來沒有參加過國家領導人的治喪工作，這次卻被安排了進來。這擺明了是有人想在背後安插自己的人，好準備奪權。他們的這些舉動讓許多老同志都提高了警惕，毛主席去世後，他們必然會有所動作。其實，在前2天，許世友就已經和江青有過一次正面交鋒。當時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毛主席喪事安排，江青最後一個到場，一進門看到許世友坐在那裡，立刻換上一副熱情的面孔，大聲說道：許世友同志，前幾年有件事對你不起啊，今天我要向你道歉。說完，他就走到许世友面前，主動伸出手要握手，但许世友卻根本不搭理他，也不握手，甚至連眼皮都沒抬一下。以江青當時的地位和權勢，一般人早就順勢握手客套幾句了，但許世友卻絲毫不為所動。江青只好尷尬地收回手，回到座位上。但更讓江青沒想到的是，許世友竟然會帶槍為毛主席守靈。他知道許世友的脾氣說到做到，因此也不敢在追悼會上輕舉妄動。面對態度強硬的許世友，江青會如何應對？他和許世友之間到底有什麼過節？請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下集為您揭曉。